歡迎來到深夜故事屋，我是香菜。大家有沒有遇過你覺得有點像某種動物的人？例如給你的感覺像無尾熊、長頸鹿等等，不全是因為長相，它就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。如果我告訴你這可能不是你的幻覺，你大概會覺得我在唬爛。不過香菜接下來要說的就是這種帶點聊齋風格的現代奇幻故事——水族館。我一直相信人會選擇一份職業背後一定有原因，有人是因為家業，有人是因為夢想，而我是起源一隻巴西龜。我是一名剛考取獸醫師執照的新鮮人，正在大學同學家開設的獸醫院工作，每天面對的是貓、狗、兔子，有時候還會遇到特寵，像是蛇、烏龜、守宮等等，生活忙碌的不可開交。之前新生入學時，同學問我：“你家是不是開獸醫院的啊？”我都會笑着搖頭，完全不是，我們家跟動物醫療一點關係都沒有。真正改變我人生的是小學1年級時一段誰也不會相信的奇遇。那一年，爸媽帶我去逛夜市，我永遠忘不了夜市裡那排釣烏龜和釣魚的攤位。一群小朋友圍在塑膠池旁，拿着細細的釣竿，努力把小烏龜和魚釣起來。我呢，則在烏龜池和魚旁看了一會兒，最後決定要釣烏龜。花了很久的時間，終於釣到一隻巴掌大的巴西龜。它小小的，眼睛亮亮的，臉頰兩側有紅色條紋，我像得到寶物一樣，開開心心的提回家。那是我人生第一隻真正自己養的寵物。每天我放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衝去看它。我會趴在魚缸前跟它聊天，幫它換水、餵飼料。每次看它開心的吃，我也跟着開心起來。可是養了幾個月以後，它開始不太吃東西，整天縮在角落不太動。我急得快哭了。我媽說：“家裡附近不是有一家水族館嗎？我帶你去問看看。”那間水族館我到現在都還記得，不大間，沒有醒目的招牌。推開門時會先聽到開門音樂，然後聞到一股淡淡檀香混着水草的味道。這時才看到老闆娘從店的後場慢慢的走過來。魚缸很多，整齊的排列在四周，層架擺着各種養殖的用品和飼料。老闆娘穿着一身淡橘色漢服，衣袖寬大，布料乾淨的沒有一絲皺褶，頭髮盤起來只有2束垂至身前，每一根髮絲都服服帖帖，像是從古畫裡走出來的人。她看起來很年輕，可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年代感，像活在另一個時空。他接過我的巴西龜，只看了一眼，便笑說：“沒事。”他從櫃子裡拿出一小包淡綠色的飼料，回去餵它吃看看。沒有收錢，沒有多說一句。神奇的是，2天後，巴西龜居然恢復精神了。他開始狂吃東西，又恢復原本活蹦亂跳的樣子。從那以後，我變成那間水族館的常客。其實我也沒有買什麼，就是喜歡去看看，看熱帶魚悠游，看小蝦子揮動腳的可愛模樣，看水草輕輕搖晃。偶爾老闆娘會給我一點小糖果，讓我坐着發呆。她話不多，卻總像知道我想問什麼。櫃檯桌上有一個不大的水族箱，裡面只有一隻漂亮的小魚，身體細長，銀白色，胸鰭在水中輕盈地擺動着，在燈光下像會發光的觸鬚。我曾經問他：“它會長大嗎？我看它都沒變大耶。”老闆娘只是笑笑：“有些魚本來就不急着長大啊。”當時年紀小也沒多想，後來才知道那是五仔魚的親戚——長直馬爸，又稱千手觀音。奇怪的是，無論我隔多久再去，它始終維持一樣的大小，像時間停留在它身上一樣。後來我和所有學生一樣，開始一路往前衝，每天背着沉甸甸的書包，除了上課就是補習、才藝班、課業、考試。到了國中，升學壓力開始出現，每天早自習、小考、模擬考，教室牆上的倒數日曆一天一天的減少。高中3年更不用說，早上7點到校，晚上補習到9點、10點才回到家。考卷像雪片一樣飛來，每天都在應付着下一次小考、段考、模考。大家都在討論以後要讀什麼，有人想當工程師，有人想學醫學、藥學，有人想念法律。而我心裡一直只有動物，陪我一路長大的就是那只巴西龜。它很奇怪，每當我心情不好時，它總會慢慢游到我面前，安安靜靜地望着我。
有一次國中第一次模擬考考得很差，我回家一句話都沒說，只是坐在魚缸前，他慢慢游過來，把前腳貼在玻璃上，像是要站起来的樣子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再努力一點啦。高中時有一次和同學吵架，回家心情很低落，他又默默地游過來，在我面前來回地走來走去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，但每一次只要我整理好情緒以後，他就又會恢復平常悠閒的模樣。他就像個無聲的好友，一直陪我長大。到了填志願序的那一天，老師說可以多填幾種不同的科系，而且要有保底的那一種，我卻幾乎沒有猶豫，全都填獸醫系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見巴西龜正慢慢望着我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有一種安心的感覺，像是有人輕輕地拍了我一下肩膀。大學之後，我開始外宿，解剖、病理、藥理、生理、外科、內科，每天都在讀書、實習、值班、考試，生活像被抽了氣的棉被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。那間水族館也漸漸的沒再去了。直到我終於畢業，考上獸醫師執照，這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人竟然不是老師，而是那位水族館的老闆娘。我買了一盒點心，想去向她報喜，沒想到那間店卻不見了，招牌拆掉，玻璃窗蒙上一層灰，原本的魚缸都不見了。我站了很久，心裡忽然空了一塊，像是童年某個重要的人沒有告別就從世界消失了。回家後我問了家人，媽媽才說，哦，對耶，我都沒注意到，好像真的搬走了。晚餐後，我靜靜地看着陪我多年的巴西龜，它慢慢地游過來，用前肢拍了幾下魚缸，像是跟我說，沒事，還有我呢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裡我又推開熟悉的門，聽到熟悉的開門音樂，甚至還聞到熟悉的味道。老闆娘仍穿着那身漢服向我走來，我高興地對她說，我考上獸醫師了。他露出我熟悉的笑容，恭喜你終於走到這一步。我忍不住問，你怎麼把店收起來了？他望着窗外，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呢。接着他忽然問我，你還記得我櫃檯上那隻長趾馬爸嗎？記得啊，那隻一直沒長大的魚。他笑了，那是我徒弟，以後會由他來接替我經營水族館。我愣住了，還沒來得及消化這段話，老闆娘忽然又問，你是不是一直很好奇那只巴西龜為什麼好像很懂你？我連忙點頭。他沒有立刻回答我，只是揮了揮衣袖，眼前的景色瞬間改變。我們站在一棟豪宅客廳，但似乎沒有人看得見我們。整個客廳挑高2層樓，空氣裡彌漫着淡淡花香。牆邊是一座將近3公尺長的大型水族箱，裡面養着紅魚、紅龍等大型觀賞魚，在沉木與造景岩石之間悠游。他們安靜地在各自的空間裡悠然地游着，整個水族箱像是一幅會呼吸的畫。一對中年夫妻正在客廳，先生穿着簡單襯衫，看着資料，太太則坐在一旁插花。兩人偶爾交換眼神，相視而笑，沒有豪門的張揚，反而有種平凡而溫暖的幸福。老闆娘說，他們以前生意一直做不起來，後來來我店裡買魚，慢慢的事業開始穩定。不是因為風水，而是因為他們一直希望自己成功後能照顧更多的員工，也讓很多家庭過得更安穩。魚只是把那份心意放大了。下一瞬間，我們來到另一棟房子，同樣的豪華，但卻冰冷的令人發寒。厚重的窗簾把陽光全部遮住，客廳旁的一片牆面同樣擺着巨大的水族箱，裡面有一群血鸚鵡，它們通體血紅，每一隻的眼神銳利的近乎兇狠。他們互相打鬥玩耍時，總會突然停下，直直地望向客廳，仿佛不是人在欣賞他，而是他們在審視每一個人。主人不停地講電話，額頭滿是汗。資金怎麼還沒來？再拖就完了。不是說一定會成功嗎？電話一通接着一通，桌上散落文件，煙灰缸塞滿煙蒂，整間屋子彌漫着焦躁。我小聲地問，他也是你的客人啊？老闆娘點點頭。我更加疑惑，同樣都是你店裡的魚，怎麼情況差那麼多？她笑着看向我，這就是你一直想知道的答案呢。我店裡出去的魚啊，都有一點點小小的能力，包括當年給你的巴西龜吃的那包飼料，也讓巴西龜擁有一點小小的能力了。我愣住了，瞪大雙眼看着老闆娘。與其說她無視我驚訝的表情，不如說她視為理所當然。畢竟任何正常人聽到這裡都會是我這種表情。他繼續說着，
這些魚不會替人改命，它們只是照見人心。如果主人心懷善意，希望家人幸福，讓自己變好，那這份願望就會慢慢被放大，推着主人一步一步前進。但如果內心只有貪婪、控制、嫉妒，魚所感受到的也只會是那些東西，到最後人就會被自己的慾望吞噬掉。我忍不住又問，那這個人最後會怎樣啊？老闆娘望向那群血鸚鵡，沉默很久，才輕輕搖頭。我也不好說，他的氣數還沒盡，只要肯回頭還有機會。至於能不能改，那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我忽然想到那只巴西龜陪伴我的那些年，也許它不是懂我的心，而是一直映照着我心裡真正想成為的那個自己。我醒來時天已經亮了，但夢裡的一切卻歷歷在目。我照常去獸醫院上班，下午替一只老狗拆線後，我出去買飲料。就在獸醫院的隔壁街口，我發現一間全新的水族館，今天開幕。木質招牌上只寫了2個字：無子。我像是被某種氣氛所吸引，走了進去。店裡意外的安靜，沒有剛開幕的人聲鼎沸。櫃檯後站着一位年輕女子，她穿着銀白色長洋裝，一頭銀灰色長髮自然垂落，氣質乾淨而空靈，眼神卻有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。她一看見我，微微一笑，像等待許久一樣。好久不見，歡迎光臨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不知道那位老闆娘究竟是人、是妖，還是活了很久很久的精怪。我唯一能確定的是，有些動物治癒的是身體，有些動物照見的是人心。而我選擇成為獸醫，或許也不是偶然。在我到夜市釣起那只巴西龜的那晚，我的人生可能就已經被某種善意的存在輕輕地推向了今天。至於無子水族館裡是否仍然販售那些能映照人心的魚，我沒有再問，因為我知道真正決定命運的是每個人心裡養着的那個念頭。故事結束。我個人覺得動物懂人心，他們感受得到人的恐懼、傷心、快樂、友善這些內心的情緒，只是他們無法用我們懂的語言表達。但他們的一聲喵，過來蹭一蹭，開心的搖尾巴等等，不就是最好的療癒良方嗎？萬物皆有靈，我們人類也應該順應自己內心的靈動，向善而行，善待生命，而且善待自己。不被過度的慾望操控，簡單平靜的生活，或許幸福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遙不可及哦。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故事。如果喜歡我說的故事，歡迎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並分享給同樣愛聽故事的朋友們。另外，如果有想聽的題材，或是有自己親身的人生故事想分享，歡迎寫信給我，我整理過後會在這裡分享給大家。深夜故事屋，我們下次見。